更要命的是它的地理位置堪稱当代地獄模式，四面八方全被北約跟歐盟國家死死包圍，是一座活生生的歐洲孤島。尤其是前陣子歐爾班下台以後，更是加劇了這一現狀。賽鐵這一手瞞天過海，不僅讓歐洲北約連夜開會商量，不行，我們也買歼十 C1吧。當時印巴武器空戰結果一出來，某些西方媒体嘴硬的像刚从微波炉裡烤出來的鴨子，拼了命的在報紙上洗地，說這也不怪法國阵風戰機不行，這純粹是因為阿三的飛行員技術太糙，上班摸魚，恒河水喝多了拉肚子。結果呢，中國軍工跟歼十 C1根本就不慣着這臭脾氣。你看這回殲十 C1直接開到了歐洲腹地，相當於把刺刀尖頂在了北約鄰居們的腦門子上。殲十 C 直接一腳踹開歐洲空防的大門，冷笑一聲：上回是誰在國際論壇上言之凿凿地說阿三被我打了，是飛行員技術不行來着？來，今天讓你們最能打的正統歐洲飛行員開上你們的阵風台風出來，跟哥們兒當面切磋切磋，看看到底是恒河水有毒，還是中国造的霹靂15专治各种不服。这一嗓门直接把整個歐洲空軍給喊沉默。為什麼沉默？因為他們心裡跟明鏡似的。之前印度說還能賴飛行員，現在賽鐵要是真把12架殲十 C1跟紅旗9B1往歐洲大門口一擺，那時候飛在天上的可就全是正兒八經的中式鐵流。北約那些減配版的 F-35只要敢起飛，剛一滑跑，地面的中國雷達跟天上的殲十 C1就已經在數據鏈裡開始聯機搖人分配包廂。Želim da se zahvalim našim kineskim prijateljima na veličanstvenom dočeku i primili su nas ovde u ovoj vili u kojoj je bio i predsjednik Putin i ranije američki predsjednici. Nevjerovatno mesto ovde u centru Pekinga, a kao da ste stotinama kilometara daleko. Hvala im na pažnji koju su posvetili poseti predsjednika jedne male zemlje。我是白饭大招，歡迎來到老友記。大伙可能都瞅見新聞了，咱們的賽鐵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老鐵們親切的管他叫武七七，在北京玩嗨了。美國彭博社連夜發文，那語氣酸得像喝了山西的醋，說歐盟在塞爾維亞與中國的關係中劃定了紅線，而武契奇正在瘋狂逼近這條紅線。美媒預測，武契奇這次來手裡攥着支票，滿腦子都是買中國戰鬥機。一時之間全網都炸鍋了。之前全網都在傳賽鐵要來截胡巴鐵的殲35，結果反轉來得太快。美媒跟歐洲內部傳出來的風聲，居然是賽鐵要打包帶走殲十 C1跟霹靂15遠程空空導彈，甚至還要搭配 L15教練機跟紅旗9B1防空導彈。外行看熱鬧，覺得不就是買幾架飛機嗎？但老鐵們，大招今天用全網最刁鑽、最讓你長腦子的反常識視角告訴你，所有人的眼睛都被買飛機這3個字給打掩護。武契奇這次訪華真正絕殺不是纏殲35，而是他已經拿着中國軍工給他的逆天外掛，把整個歐洲乃至北約的牌桌給徹底掀翻。這就好比你以為隔壁王小二是個開2手奧拓的窮小子，周圍一圈開寶馬奔馳的鄰居天天堵他家門口欺負他，結果呢，有一天王小二拉開後備箱，裡邊赫然裝了一套東風快遞聯網的制導雷達，把全村的豪車直接給鎖死。古人曰凡兵戰之場，立師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賽鐵這一手瞞天過海，不僅讓歐洲北約連夜開會商量，不行，我們也買殲十 C1吧，更是道盡了全球中小國家在霸權夾縫中求生存的無盡辛酸。本期視頻大招就帶大家把這盤驚天動地的歐洲掀桌大戲，從數據鏈路、火控代碼到戰略破局，8個底兒朝天。要看懂武契奇為什麼拼着跟歐盟翻臉也要來北京清空購物車，咱們得先聊聊塞爾維亞藏在骨子裡的絕望之痛。中國古代哲學講，受制於人則寸步難行，自主支持則行穩致遠。塞爾維亞這個國家人口800萬，GDP 不足1000億歐元，擱在咱們中國也就是一個經濟大省的體量。更要命的是它的地理位置堪稱當代地獄模式，四面八方全被北約跟歐盟國家死死包圍，是一座活生生的歐洲孤島。尤其是前陣子歐爾班下台以後，
更是加劇了這一現狀。前段時間塞爾維亞為了緩解外交壓力，咬着牙花天價跟法國簽了合同，訂購了12架陣風戰鬥機。當時西方媒體一片歡呼，覺得塞鐵終於向西方低頭。然而，劇本的底層邏輯藏着西方軍工霸權玩弄了幾十年的致命貓膩。塞爾維亞很快發現，買了法國的陣風，不僅沒有得到安全，反而像在自己家裡裝了個特洛伊木馬。為什麼呢？因為塞爾維亞目前的地面防空全是用中國的標準、中國的代碼、中國的數據鏈搭起來的。如果你想讓法國的陣風戰鬥機能跟地面的中國紅旗22、FK3、紅旗19A 防空導彈協同作戰，就必須把雙方的雷達跟火控代碼融為一體。但法國人直接把手一攤，想都別想，法國不可能同意对中國系統開放陣風的核心代碼，更不可能允許法國戰機掛載中國制造的 CM400AKG 超音速導彈。這也就是西方軍售最惡毒的地方，他賣給你的不是武器，而是政治枷鎖。他不僅要賺乾你的血汗錢，還要在你系統裡留後門。戰時你能不能開火，能打誰，全得聽巴黎跟華盛頓的。對於塞爾維亞來說這就成了一個死局。如果全聽法國的，自己好不容易攒起来中式防空體系廢了，國防主權徹底淪為附庸。如果不聽呢，花巨資買来的陣風就是一堆無法融入體系的天價大玩具。小國的心酸在這一刻體現得淋漓盡致。孫子兵法裡寫道：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西方專家本以為可以用系統不兼容逼577就範，結果呢，中國軍工跟塞鐵聯手，直接在歐洲腹地祭出了一個反常識的超級黑科技。很多人納悶，美媒為什麼突然炒作塞鐵要買殲10CE？因為他們發現塞爾維亞空軍那些已經快要退役的蘇制米格29戰機，最近突然像開了掛一樣，在歐洲戰場上展現出了恐怖的殺傷力。這個反轉的內幕，因為中國軍工偷偷給米格29用上了外置火控系統。同志們，你品品這個技術細節，依靠中國的數據鏈，塞爾維亞的中國防控雷達、岸基警戒雷達在地面看清目標，通過无線直接把參數餵給天上的米格29。米格29在雷達完全關閉、處於絕對電磁靜默的狀態下，直接掛載中國 CM400AKG 超音速導彈盲射出去。從謝尼察起飛，一發導彈過去能打到大半個亞得里亞海，把奧特朗托海峽死死封鎖。從貝爾格萊德起飛，400公里的射程意味着幾乎所有對他指手畫腳的鄰國首都都在中國導彈的精確點名範圍之內，連維也納也跑不脫。一個落後3代的老型機套上中國的火控跟導彈，瞬間變成了發射空射彈道導彈的歐洲狠角色。這種打法，中國的傳統兵法叫借屍還魂，枯木逢春。空射彈道導彈的歐洲狠角色，這種打法，中國傳統兵法叫借屍還魂，枯木逢春。歐洲跟北約看完測試直接炸鍋了，老美天天吹他們的隱身跟體系，結果呢，中國軍工用幾根數據線跟幾枚導彈，就把塞鐵的過時貨爆改成了解放軍標準。歐洲鄰國們冷汗直冒。這要是塞鐵把米格29換成了正宗的猛龍殲10CE，搭配上射程超过200公里的霹靂15，大家還怎麼玩？看情況歐洲大佬們的解決方案估計只剩下一條道，乾脆我們也去中國排隊買殲10CE算了。看到這兒，可能有人會問，大趙，殲10CE在國際上真的這麼有統治力嗎？戰場是檢驗武器的唯一標準。歐洲人之所以被塞鐵這次訪華嚇得狂扇推文，是因為有巴基斯坦空軍的印巴武器空戰這個活生生的戰力擺在面前。以前西方總吹法國陣風是4代半神機，印度買了之後更是狂的不行，覺得能橫掃南亞。結果呢，在著名的武器空戰中，巴基斯坦空軍憑借全套的中械體系、空警500預警機指揮、殲10CE作為空中核心，搭配霹靂15導彈，那場空戰的最終結果在軍事高層圈子裡引發了8級地震。巴鐵利用中式標準的超視距戰術，在遠距離直接鎖定，並乾淨利落地擊落了印度空軍包括4架法國陣風在內的共9架戰鬥機，而中械體系本身零損耗，妥妥的降維打擊。這場空戰徹底打斷了陣風不敗的神話。老祖宗講前車之鑑，後車之鑑，577跟塞爾維亞軍方把這場空戰的研究報告翻了一遍又一遍，他們看得清清楚楚法國的陣風好不好？好。
但在沒有預警機、沒有中國標準數據鏈支撐的情況下，單打獨鬥，它就是一盤高檔的散沙。相反，中國製造殲10 CE 配合霹靂15，那是天生為了體系圍毆而生的戰場收割機。既然巴鐵能用這套體系把印度打得落花流水，那賽鐵一旦完整列裝，那北約那一圈靠着美國減配版 M35跟歐洲過時的台風戰機的鄰國，誰還敢在塞爾維亞邊境指手畫腳？但是劇本聊到這兒，最扎心的現實問題來了，這賽鐵沒錢。剛才大钊說了，塞爾維亞 GDP 不到1000億歐元，軍費預算跟地主家比起來，簡直就是新開張的當鋪，緊巴巴。雖然他們的陸軍、無人機部隊都很強，甚至炮彈產量能把法國陸軍吊起來打，但空軍是個吞金獸。一架頂配5代機殲35 AE 動輒大幾千萬美金，塞爾維亞砸鍋賣鐵也買不起一個滿編中隊。面對這個小國財政痛點，中國軍工讓人敬佩的匠心精神又出來了。我們不賣最貴的，我們只賣最對的，提供即插即用、物盡其用的終極解決方案。雖然香噴噴的殲35誰能不饞，但武契奇這次來北京，並不是好大喜功的去搶殲35，而是非常務實的來配齊他的中式海陸空全家桶大閉環。高空決戰12架殲10 CE， 價格只有西方戰機的60%。但推重比、雷達天線跟霹靂15搭配，能提供200公里外的絕对制空權。承上啟下，12架 L15 或 FTC 2000高級教練機，既能平時高效率、低成本的培訓飛行員，戰時一改軟件，立馬就能掛載中國精確制導炸彈，變成強擊機去執行舔地任務。天羅地網，2個連紅旗 9B1 遠程防空導彈，搭配已經到貨的紅旗22 FK3 跟紅旗 19A， 在塞爾維亞頭頂拉起一張連蒼蠅都飛不進來的中式數據鏈防空網。這一套全家桶組合拳下來，塞爾維亞將用西方買幾架 F35的零頭預算，在歐洲腹地硬生生焊死一個主動制空、被動死守，遠超400公里反擊，全體系無縫連通的全中線無敵鐵桶陣。中國軍貿的精髓就在於4個字：成人之美。我們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你買裝備，我們連帶着把數據鏈、維護標準跟本土化升級的代碼全部向你開放。你保住了國防主權，我們贏得了大國聲譽，這才是真正掀翻西方軍工霸權的終極解法。各位老鐵，聊到這兒，咱們再看看武契奇即將踏上北京的腳步，是不是能感受到這一種歷史交替的宏大歷史感？中國古人講，獨木不成林，單弦難成曲兒。過去幾百年，世界武器的規則由西方制定，小國只能在附庸跟滅亡之間做選擇。但今天，中國軍工用無私的技術共享跟硬核的體系力量，給這個世界上中小國家提供了一條完全不一樣的生路。賽鐵武契奇的訪華，道出了無數小國不想淪為棋子，渴望獨立尊嚴的辛酸。而中國那架通體潛灰、帶着代碼跟導彈的戰機，就是遞給他們最堅實的盾牌與利劍。這盤歐亞大陸的戰略大棋巴鐵守南亞，賽鐵破歐洲，中國制造的隱身雙翼跟中械鐵流，正用最科幻、最務實的身姿，重塑着全球和平秩序。莫迪的失眠才剛剛開始，北約的焦慮會愈演愈烈，而中國海軍與空軍協同軍工走向世界的傳奇才剛剛拉開序幕。我是不愛放大招大钊，點讚關注，下期再見。